嗨，大家好，我是 Kevin，欢迎来到火星主厨的回归之旅。在大家看影片的时候呢，麻烦帮我把订阅还有小铃铛按起来，这样你才会收到我最新的讯息哦。最近我看了一部木村拓哉主演的日剧《Great Mission Tokyo》，那KKTV 的翻译好像是新安主厨三星梦啊。然后未来日本台是天台主厨餐厅，这是一部我觉得非常贴近事实的一个厨师的职人剧。为什么会强调是厨师呢？因为它每一集探讨议题呢都是以厨师为中心去展开的，而不脱日本职人剧的一贯主题呢，这部日剧它核心还是在讨论人。那餐厅其实它是一个跟人非常有关系的一个职业。通常呢日剧都必须要贯彻很热血的热情啊，还有主角超级好的人缘，然后还有上天不知道哪里掉下来的好运，但这样就是比较激励人心啊，比较看得下去啦。虽然现实上面不一定大家都有这样子的好运，不过这部日剧呢，很直接的把一家餐厅如何从零开始打造呈现出来。像第一集的时候呢，Linko 到了巴黎碰到了欧巴娜，那他就找到一个非常棒的厨师，之后就讨论如何去找到好的工作的人员，餐厅的地点如何选定。资金的来源要如何筹措？必须要有详细的营业计划啊，如何去计算成本率？餐厅的经营的概念跟想要呈现料理的理念是什么？怎么去找食材来源？然后菜单的设计，人员的培养，宣传行销，再是如何去经营一个好的团队，等等，这些都是餐厅从零开始打造的时候会遇到的事情，就你必须要先有了先期的准备。然后这也是一部把当代 Fine Dining 呈现淋漓尽致的日剧。剧中呢详细的介绍了现代 Fine Dining 的精神和理念。另外呢，还以厨师的观点来讨论 Fine Dining 是如何去设计一套菜单，然后餐酒应该如何搭配，如何呈现自己的料理哲学，研发一道料理的过程还有它的困难。虽然日剧还是有美化，不过我觉得它是蛮贴近现实的状况的。剧中也非常详细的介绍了米其林评鉴和世界50这家餐厅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年度餐饮盛事，然后再也介绍他们的评鉴方式，还有他们所代表的意义。职人剧有一个很老的套路，就是弱小而努力的主角要面对强大敌人的打压，而在剧中呢是以 Great Mission Tokyo 还有 Gaku 这两间餐厅的竞争来呈现。不过我想聊的是这两间餐厅所代表的现代 Fine Dining 的两种主流，一个是法式料理和创新料理，一个呢讲究法式料理的理论还有精神，那另外一个呢为了突破味道的极限而不惜把厨房弄得像科学实验室一样。这边我必须要说明一下，现在的 Fine Dining 呢，它主流部分当然是以法式料理为基础的。因为法式料理它是最早把料理这件事情系统化的料理。不过呢，经过了西班牙豆卷餐厅这样分子料理的风潮呢，把食物还有味道的解构，然后再重组过程，整个颠覆了大家对食物的理解。然后再来是新式的北欧料理，他们回归了注重于风土还有食材本身所传达的讯息。这样的进化呢，让料理的过程和呈现的方式得到了解放。厨师们努力的利用各种知识和技巧去探讨更多味道的可能性。但不论是法式料理或创新料理，其实他们都不断的在进化。那现在的 Fine Dining 呢，开始探索不只是如何做出好吃的食物，而是如何在食物中表现更高层次的哲学概念。而这部日剧呢，它也非常真实的呈现了血淋淋的厨师生活。虽然和现实的悲惨还是有点差距，但这日本的职人剧啊，你总不能把大家吓得半死吧？这样怎么把更多心血骗进来嘞？厨师的工作到底有多惨呢？每天超长时间的工时，然后高强度的劳动，就真的是劳动哦，加上精神压力超大的工作环境，然后每天火里来水里去，刀光剑影的，必须全神贯注才能把你的工作做好还有完成。然后好不容易下班呢，餐厅店都已经关了，没有东西可以吃。回到家呢，因为工作离睡觉时间太近了，你肾上腺激素根本还没有褪去，所以你根本就睡不着。年纪到一个程度呢，每天早上起床都像被火车撞过一样，全身酸痛。再就是呈现一个就是厨师的家庭生活，就厨师他的工作时间啊，然后他的工作强度对他造成的精神压力在，还有他的休息的时间，其实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厨师的家庭生活呢是非常难维持的。再来就是还有
厨师要怎么去不断的突破自己的这个压力？什么时候呢应该要听取其他人的意见呢？自我反省呢？或者什么时候应该要排除所有的质疑而坚持自己的想法？那其实这些都非常的困难。还有一件就是很现实，他有讲到的是说，当年纪到了，可能体力不行了，然后精神力不足了，或者是最可怕的味觉退化了。一旦这些不可逆的情况发生了呢，基本上你这一辈子努力的职业生涯就差不多是结束了。那接下来部分呢，可能会有一些剧透跟爆雷，大家请注意哦。剧中其实一直有在讲一个很现实而残酷的主题，就是料理人的才华。我觉得这个主题其实有意无意的它贯穿了全剧。在第1集中呢，Linko他用了毕生所学而创造出来的料理人来面试，但是呢却完全比不上欧巴娜30秒做出来的一个油。而欧巴娜的朋友 Kyono 虽然跟欧巴娜在同一间高级餐厅一起工作过，在工作过程中呢 ，Kyono 也完全体悟到了2个人的才华是有着完全无法超越的差距。而 Kyono 呢就因此毅然的由内场呢改做外场的工作，也就是从厨房呢改做到接待服务的工作。那我们常会在想说，一个厨师的才华是天生的吗？是一个内建的功能，然后上天给的天赋吗？然后怎么样努力都不一定会有吗？这是一个职人剧，所以它还是给大家一点希望。所以剧情不是这样子的走向。剧中的 Linko 呢，他其实在开间餐厅的过程中呢，他不断的在成长。在后面的部分呢，他们为了准备米其林的评鉴，而和欧巴娜各自要研发一道鱼的料理。那2个人都研发出来了，而最后呢 ，Linko 以主厨的身份决定要使用自己所研发的石斑鱼料理，而不是欧巴娜的鲔鱼料理。然后最后呢，要用他自己研发的石斑鱼料理拿下米其林3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这样子的剧情展开呢，我觉得他想要表达的是，不停努力进化的料理人，他的才华才会得以展现。那这也很符合职人剧一贯的励志精神啦。当然，因为空有才华跟天赋而不努力的话，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不过以我个人的认为呢，我觉得很残酷的就是有些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但做料理它需要很多的经验、知识还有技术，这些都必须要从努力来取得。我们在料理过程中会有一种直觉，我也不太会形容。大家应该会有个经验，就是一道料理，同样的食材、同样的处理过程，但是有不同人来制作，它味道就会不一样。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当然就是有一些技巧性的差异，但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很难形容的感觉。有时候你在处理一个料理的过程中呢，就是会有个声音告诉你说，就是现在这样就好了，或是该翻面了，然后该关火或者该离火了，或是就是要切这样子大小。这些东西就很难去解释是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是你说是经验的累积吗？可有时候这种东西就是所谓的料理人的灵感啦。对，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去组合这些？那有时候我们就称这种东西是才华。其实我觉得呢，在员工餐里面最能感觉到一个厨师的才华。因为在制作员工餐的时候，你不太需要去理会前辈或是主厨的想法，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还有技巧去处理食材。那有时候呢，吃到一个料理会觉得说，这个概念跟技巧都还不错，可是又觉得空空的，觉得少了什么。那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料理，它只是非常简单的组合，可是一入口就有一种触动人心的感动。那有时候这个我们无法解释的关键成分呢，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一种才华。而讲到餐厅的经营呢，有才华的厨师是餐厅里面的必要品吗？我会觉得它是很重要的加分项，可是它不是完全必要的东西。在剧中呢，欧巴娜在法国巴黎怎么样努力都只是拿到一个2星而已。虽然2星已经真的很厉害了啦，可是结果反而是之前一直很平凡默默无闻的Linko以主厨的身份用Grand Maison Tokyo 去拿下了东京的米其林3星。在东京拿到法式料理的米其林3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东京其实目前也只有2家。那我觉得他剧中想要讲的是，欧巴娜他虽然非常的有才华，但是他就是缺少一点什么。那剧中认为这个所谓他缺少什么，可能就是Linko这样子有推动人心、把人才聚集起来的力量。很显然，单有一个强大的主厨是不够的。
必须要有一个人去带领这个团队一起努力，才能够把最好的料理体验呈现给客人。把厉害的人聚集起来，然后能够带领这个团队，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才华。那我觉得这部片呢，除了就是拐大家进入餐饮业之外呢，它也把一些餐饮的现实给拿出来跟大家讨论。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这么迷恋所谓料理的世界？那其实剧中有非常多的说法。像欧巴纳就说了，法国料理其实还有无限可能。另一头他认为料理有蕴藏改变世界的能力跟力量，它像艺术一样呢，是可以让人感动的。它也像医生还有律师一样，是可以帮助他人的。一旦踏入了呢，大家就会非常的迷恋料理这个世界是有原因的。那我觉得这部日剧上有近期看到非常棒的一个职人日剧，它应该会成为像料理新鲜人或是 Diner 这样子的经典料理日剧。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哦。那今天讲了那么多，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问题呢，都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处留言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拜拜。